嗨，大家好，我是安然若风。今天的视频教程呢，我们来钩这款系扣毛衣。这个毛衣呢，我给自己钩了一个短款，你也完全可以给自己钩不同的长度。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一起来钩这件毛衣吧。用到的东西就是毛线还有钩针。我用一支5.5毫米的钩针，还有一支6.5毫米的钩针。你也可以用不同尺寸的钩针，只要这两支钩针之间差1毫米就可以。然后是缝毛线的针，然后新手建议准备2个别针，用来标记每行的第一针。另外还有扣子，我现在手头就是这个扣子，可能之后我有更好看的扣子的话，可能到时候我会换别的扣子。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起头。起头的方法是右手握住线头，左手3根手指，右手把毛线从手指后面绕过来，压住前面这节毛线，然后把压在下面的部分拉过来，拉过以后从下面穿回来，把穿回来的部分拉出来。钩针，我们先用这支5.5毫米的，或者你用的那支比较细的钩针，从这个环里穿过去，然后把线拉紧，那么这个头就起好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先要钩辫子针，是这样的，我们这个衣服，我们要钩的是一个这样的衣服，那么我们先要钩下面这一圈，要钩这个螺纹。那么首先我们钩13个辫子针，辫子针的钩法是钩针勾住毛线，穿过钩针上的环，这就是一个辫子针。钩针勾住毛线，穿过钩针上的环，这就是2个辫子针。钩针勾住毛线，穿过钩针上的环，这就是3个辫子针。我们要钩13个辫子针。13个辫子针钩完呢，我们看钩针上这个环永远都不算一针，这一环下来，这儿有2条线组成一个像 V 字一样的，这是我们的第一针。我们跳过第一针，来到第2个 V 字，也就是第2针。从这一针开始呢，我们往回钩引拔针。引拔针的钩法是钩针，我们从第2针这条线下边穿过去，把线勾回来，然后勾着勾回来的这条线穿过钩针上之前这个环儿。你看我们钩完，在钩针下面形成一个新的 V 字，那么这个 V 字呢，就是我们的第一针。新手建议把这一针标记出来。你看这2条线组成一个 V 字，我们把这一针标记出来。然后呢，下一针也是一样，我们来到下一针，钩针从这条线下面穿过去，把线勾回来，然后勾住勾回来这条线，穿过钩针上之前这个环儿。就这样，这行我们每针钩一个引拔针，钩针穿过去，把线勾回来，穿过钩针上之前这个环儿，这样把这一行钩完。我们第一行起的是3个辫子针，因为开头跳过1针，所以这一行钩完呢，我们应该有12针。这一行12个引拔针钩完，我们钩1个辫子针，然后把它转过来。转过以后，我们看钩针上这个环永远都不算一针，下来这个 V 字是我们刚钩那辫子针，不要管它。我们再往下一个 V 字，这个 V 字可能是它稍微有一点往后扭着，你要把这个稍微转一点，你才能看到。这个 V 字下来，这个 V 字从我们钩针上往下第2个 V 字，是我们前一行的第一针。那从这一针开始呢，我们在每个 V 字后面这条线上钩1个引拔针，钩针从这个 V 字后面这条线下边穿过去，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钩针上这个环儿。然后这一针，我们这一行第一针，新手还是建议用别针把它标记出来。然后下一个 V 字，我们还是从 V 字后面这条线下面把钩针穿过去，把线勾回来，然后穿过钩针上这个环儿。这一行每一针都是这样，我们在每个 V 字，注意就是你找不到 V 字的时候，你稍微往过拧一下，你就看到了，它可能在靠就是这边，在这个 V 字后面这条线下边，然后把钩针穿过去，把线勾回来，穿过钩针上这个环儿。这行就这样，我们每针钩1个引拔针，把这一行钩完。
我们看呢，最后一针是我们标记的这一针。你知道，如果没有标记的话，这一针可能很难找到。那我现在把标记去掉，然后最后一针也正常的在这个 V 字后面这条线上勾引拔针。然后接下来呢，每一行都跟我们刚才勾的这一行的勾法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我们开头要勾一个辫子针，然后把它转过来，转完以后，钩针下来第一个 V 字不要管它，这是我们刚勾的辫子针。我们找到钩针往下第二个 V 字，就是前一行的第一针。从这针开始呢，我们在每一针后面这条线下面勾引拔针。新手建议还是把这针标记出来，我就不标记了。然后到下针也是钩针从后面这条线下面穿过去，把线勾回来，然后穿过钩针上之前这个环。然后下针也是钩针从 V 字后面这条线下面穿过去，把线勾回来，然后勾住线穿过钩针上之前这个环。那么就这样我们勾到头，然后勾到头呢就勾一个辫子针，把它转过来，转过来以后又是一样的，我们每针在后面这条线上勾一个引拔针把它勾完。那么我们每一行勾完呢都是12针，就这样子一直重复一直重复。我们要勾的是我们衣服下面这一圈这个螺纹，然后你具体勾多少行你可以根据自己需要来定，就是你希望这个衣服它的下摆在哪个位置，那你就把它在腰上围一下，然后它的长度呢跟你就是需要你这个衣服衣长的这个位置的这一圈的长度一样，那么就可以停下来，我们就开始勾上面这一步。那么我们先接着勾这个螺纹的部分，这个螺纹部分勾完呢我再回来。我现在螺纹的部分已经全部都勾完了，那接下来呢我就要从这个螺纹往上勾这一部分了。然后方法呢，那我现在要先换钩针，我把这个比较细的钩针取掉，然后换这个比较粗的钩针，我准备的是6.5毫米，你可以用你准备的那一支。然后呢我们首先来勾一个辫子针，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呢是在每行的顶上勾一个中长针。我们看哈，我们这个刚才勾过的这个袜在里面的是一行，你看里面的是一行，凸出来的是一行，然后我们就是在每行的底儿上放一个中长针。它这底儿上呢不像我们之前勾侧面都是 V 字这么清楚，你要大概眼睛看一下找往哪儿放。那中长针的勾法呢是钩针绕线，我们先找到第一行，你看这儿挖进去的一行，然后我就在这个底儿上把钩针穿过去，然后把线勾回来。钩针有3个环，勾住线穿过全部3个环，这就是一个中长针。新手还是建议我们把这一针标记出来，然后我们到下一行就是凸出来的这一行，然后还是勾中长针，钩针绕线。我们在底儿上找一个地方，这个没有固定的，不像 V 字你一定要放在什么地方，就眼睛大家看一下，底儿上大家找个地方把钩针塞进去，然后把线勾回来。钩针上有3个环，勾住线穿过全部这3个环，这就是一个中长针。然后下一行呢又是这个挖在里边的，那我们钩针绕线，然后到下一行底儿上穿过去，把线勾回来。钩针上有3个环，勾住线穿过全部3个环，然后下一行又是这个凸出来的，还是钩针绕线。我们在底儿上看大概的地方可以把钩针塞过去的，然后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钩针上全部3个环。我们就这样每针底儿上勾一个中长针，把这一行勾完，每行底儿上勾一个中长针，把这一行勾完。那就是你之前这个引拔针的这个螺纹起了多少行，那你这一行勾完你就应该有多少针。这一行中长针勾完呢，下一行我们要注意，因为接下来几行呢都是重复下一行。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呢是勾2个辫子针，然后把它转过来。转完以后呢，我们看钩针这个环还是不算一针，然后钩针下来这2个 V 字是我们刚勾的2个辫子针，不要管它。我们来到第3个 V 字，就是前一行第一针。从这针开始呢，我们每针勾一个中长针，中长针还是一样钩针绕线。然后这回呢，我们要从这个 V 字2条线下面穿过去，从2条线下面同时穿过去，把线勾回来，
钩针上有3个环，勾住线穿过全部3个环。新手还是建议把这一针标记出来，我就不标记了。然后下一针也是一样，钩针绕线，我们来到下一个 V 字，钩针从2条线下边同时穿过去，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钩针上的全部3个环。钩针绕线，我们到下一针还是 V 字2条线下面穿过去，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钩针上全部3个环。就这样，我们每针勾一个中长针，勾在 V 字这个2条线下面，一直勾到最后一针。然后最后一针勾完呢，我们勾2个辫子针转过来，转完以后下一行还是每针勾一个中长针，然后勾完再是2个辫子针再转过来再勾。然后要勾多少行呢？这部分呢就是从我们这个地方，然后一直到我们领口和袖口下缘这一块儿。所以你来决定，就是你希望你这个衣服有多长，那么你来决定勾多少行。等这一部分勾完呢，我们就开始要勾袖口的这一块，还有领口这一块了。所以这一部分你可以自己决定它有多少行。那么这一部分勾完，我再回来。我现在呢，领口往下的部分勾完了，那么要开始勾领口的部分。我要先还是这样子，就是一圈的勾2行，然后再开始留袖口这个地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下一行，首先还是2个辫子针，然后把它转过来。转过来以后呢，我们要把第一针跟第2针勾在一起，就是勾一个减针。减针的勾法呢是钩针绕线。我们从第一针 V 字2条线下面穿过去，把线勾回来，然后钩针有3个环，我们直接到下一针，下一个 V 字2条线下面穿过去，把线勾回来，钩针有4个环，勾住线穿过全部4个环。你看，这是我们这行的第一针，但是前一行呢我们已经勾了2针了，这样我们就把2针变成了1针。那新手还是把第一针标记出来，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常每针勾一个中长针，一直勾到剩下最后2针的时候，我们还要勾一个减针。这一行还剩最后2针的时候，我们再来勾一个减针，还是钩针绕线，从接下来这针 V 字2条线下面穿过去，把线勾回来。钩针有3个环，不要管它们，我们直接来到最后一针，钩针从最后一针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把线勾回来，然后勾住线穿过钩针上全部4个环。这样我们又把前一行的2针变成这一行的1针。然后下一行呢，我们还是开头勾2个辫子针，然后给它转过来。转完以后呢，我们还是开头结尾各勾一个减针。那钩针绕线，我们从第一针下边穿过去，把线勾回来，钩针有3个环，不要管，直接到下一针，然后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钩针上全部4个环。然后接下来呢，就跟我们之前的每行一样，每针勾一个中长针，勾到剩最后2针的时候，我们再来勾一个减针。这行我们还剩最后2针的时候，还是勾减针，钩针绕线，从下一针 V 字下面穿过去，把线勾回来，然后钩针有3个环，直接我们到最后一针，钩针穿过去，把线勾回来，然后勾住线穿过钩针上的全部4个环。那么这一行也勾完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开始留袖口的部分了。那方法呢，就是我们要把它勾成一个这样子的形状。这2边呢是我们前头这个领子，中间空开的地方呢是我们之后缝袖子的地方。那么我们就要先勾这样的一片，然后另外剩下的2片是我们之后另拿线上来缝的。然后这部分呢是我们接着往回勾一个这样的形状。那首先呢，我们要找到这2个点在哪里。这时候呢，你可以数一下，你现在这一行勾完呢，总共这上头是有多少针？然后把它除以4，我刚数了一下，我正好是96针，正好是4的倍数。那如果你不是4的倍数没有关系，因为就是你不需要非常准确，不一定它们都是要一样数字的，因为尤其你前头这个加口子的地方它是叠在一起的，那你可以在前面多加一点，然后在后面稍微少留一点。
就比如说，因为我正好是4的倍数嘛，那我下来就是应该是在第24针的地方做这个标记。那我可以比如说在前头多一点，我可以到第26针才做标记，就是等于我两边稍微宽一点，中间稍微窄一点。如果你不是4的倍数，你也可以把那个余数留到两边来，或者你留到后面都可以，灵活应变就可以。那我现在呢，我打算，如果我除以4是24针，但是我打算从26针的地方开始标记，就是我把后背的部分留的稍微少一点。那我还是拿之前这个别针，然后我开始往回数，数到我第26针的位置。然后把第26针标记出来。从另一头也是一样，从另一头第一针开始往回数，数到第26针，然后把它标记出来。然后呢，我就从这儿开始往回勾，然后我们要勾一个这样子的形状，那就是在这一头，在我们之前减针的这个位置，我们从这地方要勾减针，然后在另一头是不需要勾减针的。那我们还是先来2个辫子针，然后把它转过来，转完以后呢，我们还是把前2针勾减针，从第一针下面穿过去，把线勾回来，然后直接到下一针，再把线勾回来，勾住线，勾上全部4个环。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每针勾一个中长针，勾到我们第一个标记的地方。你看，我们到标记的这针，我们就不往下接着勾了，我们2个辫子针，然后把它转回去。转回来这一行呢，我们不勾减针，每针勾一个中长针，一直勾到最后一针，不要勾减针哦，最后一针也是正常的中长针。我们这样把这一行勾完。你看我这一行最后一针，它也是一个正常的中长针，它不是减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是不断的重复刚才勾过的这2行，就是下一行呢，我们要重复之前这一行，2个辫子针转过来，然后呢，第一针呢，我们要勾减针，勾针绕线，第一针穿过去把线勾回来，然后直接到第2针再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全部4个环，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每针一个中长针，然后一直勾到就是我们标记前面这儿，把这一行勾完，然后往回转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勾减针了，一直到最后一针都是正常的中长针，然后再往回转，就是从领口这地方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第一针还是勾减针，然后往回转的时候呢，不勾减针，就这样子再重复。然后重复多少次呢？这个就是2行的这个重复哈。重复多少次呢？可以根据你希望的领口的大小来决定。那么我大概应该是要重复6到8次吧，就是你可以根据你需要的来决定到底是重复多几次还是少几次。你可以就是勾完之后在身上比一下，如果你觉得这个领口满意了，那你就可以停止重复这2行了。那这部分勾完我再回来。这部分勾完，我最后重复了8次，然后我就可以把这边的线先剪断了。剪断时候可以留长一点，用来之后呢把它跟另外一边缝在一起。然后勾住剪断的线，把剪断线这样勾过来，那么这部分就完成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勾中间这边，那我先把它转过来。然后现在我们要再起一个头，就跟我们视频开始的时候一样，还是右手握住线头，左手3根手指，右手把毛线从手指后面绕过来，压住前面这根毛线，压在下面的部分拉过来，拉过来以后从下面穿回去，然后把穿回去的这部分拉出来，钩针穿过来拉紧，头就起好了。然后呢，我们要到我们标记这一针，我们之前勾到这一针之前，然后在标记这一针之后这一针把钩针穿过去，穿过以后呢，我们把线勾过来，
然后再勾住勾过来这条线，穿过钩针上之前这个环，就相当于钩一个引拔针一样。然后呢，我们钩2个辫子针。接下来就很简单了，就是每针钩一个中长针，一直钩到我们下一个标记之前一针。我们钩到标记的这一针的前一针钩完，然后呢2个辫子针转过来，转完以后呢，我们就每针钩一个中长针，这样子钩回去，然后钩到最后一针，然后我们再2个辫子针转过来，然后再往钩回来，就这样子，反正就这么同样的一行都是中长针，一直反复，然后一直钩到就是你刚才我们那个有点像梯形那部分，你钩了多少针，那么钩了多少行，那么这一部分呢你也钩多少行，或者你不要数行数，你完了笔下只要这一部分的钩完的长度跟那一部分一样，那么中间这部分就完成了。完成以后还是把线剪断，然后钩针勾着它穿过钩针上那个环，然后我们再来说下一部分怎么钩。我们中间这片钩完，就该钩这边这片也是有领子的地方了。那首先我们还是齐头，右手握住线头，最后3根手指，右手把毛线从手指后面绕过来，然后压在下面部分拉过来，穿回来，然后穿回来部分拉出来，钩针穿过去拉紧，那么头就起好了。然后呢，我们到这面，注意不要从这头开始往回哦，因为你可以看我们这个它往过钩和往回钩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为了要跟另外一边对称，那么我们要到这个标记这一针的下一针，把钩针穿过去，然后把我们的线给它勾回来，然后再穿过钩针上之前这个环，就像是一个引拔针一样。然后呢，我们钩2个辫子针，然后每针钩一个中长针，一直到最后2针我们还是钩减针。那钩针绕线就在我们刚才就是跟它连在一起的同一针，把钩针穿过去，然后钩一个中长针。如果你还不熟悉的话，还是可以把这一针标记出来。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每针钩一个中长针，钩到我们剩最后2针，还剩最后2针，那我要钩减针了。减针钩到现在应该已经很熟悉了吧，钩了好多遍了。钩针绕线，下一针穿过去把线勾回来，然后直接再到最后一针，然后钩针穿过去把线勾回来，勾住线穿过钩针上全部4个环。你记得我们之前钩另外一侧的时候，我们是就是我们钩这面这个形状的时候，那我们是往回翻的时候减针，就是从这个边上往回翻的时候减针，然后从这头往回钩的时候不减。那这次我们正好是反的，我们接下来从这个领口往回钩的地方，我们反而不要减针了。那我2个辫子针，然后转过来，转过来以后呢，就正常每针钩一个中长针，钩到头。然后接下来呢，其实我们就是重复这2行，我们从就是有标记的地方往过钩的时候，要在这个头上减针，然后翻回来，从这个就是往回缩的这个地方往回钩的时候是不减针的。我们就一直重复这2行。那么你要钩的行数呢，就跟你之前钩的这一侧的行数，还有你后面这个行数是一样的就可以。然后这部分钩完呢，也是我们可以把线剪断，然后勾住线从钩针那个环穿出去。然后这部分钩完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肩膀上缝起来，然后准备袖子。那我先把这部分钩完，然后再回来。我现在衣服主体的部分呢就钩完了，接下来呢我就是要把它们从肩膀的部分连在一起，然后连在一起以后，你看这儿就是领口，然后这2边就是连袖子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直接拿引拔针，就把钩针同时穿过这边，穿过这一片的针，还有这一片上有这个针脚，这 V 字，然后钩引拔针。那更省事儿的呢，我们就拿这个缝毛线的针给它们缝在一起，
这往起缝呢，没有什么固定的方法，它不像你之前钩的时候，我们要找准，就是哪针在哪，只要你能把它们连在一起就行。我可能就是经常缝这个，我也可能每次的方法不太一样。我先把线穿过针上。那我比较喜欢的方法呢，就是你看我先穿过这边的第一针，V 字2条线下边，然后对面呢，我找到最头上1针，但是我只从这边靠近我的这条线下边穿过去。你也可以都穿了，这没有什么正确错误，这是我的习惯而已。然后到第2针也是这边2条线下边穿过去，对面穿过靠近我这1针，然后下一针也是。就是对面穿过靠近我这条线，然后反正就这样把它两边都缝在一起。然后最后这个地方呢，防止它脱线，我们来回多绕几次。最后呢，我们不是还剩下一些线吗？那我们就给它藏到我们勾过的这个地方，这些毛线里边去。多出来的线头呢，就可以剪断了。这边就缝在一起了，然后另一边也是一样。现在呢，我们来勾袖子。这起头的方法呢，跟之前开头是一样的。如果你勾到现在，应该已经起过3次了，这是第4次，那我就不讲了。我们直接来说怎么勾袖子。那么首先还是勾袖子下面的螺纹，这部分呢跟衣服最下摆那个螺纹是一样的，只不过针数少一点。我们起9个辫子针，辫子针勾法还是跟之前一样，就是钩针勾住线，穿过钩针上的环儿，这样子勾9个辫子针。9个辫子针勾完，那我们还是跳过第1个辫子针，从第2个辫子针开始往回勾引拔针。那我们钩针找到第2个辫子针，然后把线勾回来，穿过钩针上这个环儿，这就是引拔针。然后其实新手还是这个地方建议标注一下，因为这一行相对是就下一行往回勾的时候相对有点难找。那就这样，我们每针勾一个引拔针，就像我们之前勾衣服下摆螺纹一样，给它勾回去。第1排的引拔针勾完，我们之前辫子针不是起了9个吗？然后因为最开头跳过1个，所以我们现在这行勾完应该有8针。那下一针呢，我们勾一个辫子针，然后转过来，刚勾的辫子针不要管它，从前一行的最后1针这个引拔针开始，在后面这条线上，V 字2条线后面这条线上勾引拔针。然后就是这样子，都在后面这条线上勾引拔针，然后给它一直勾回去。然后接下来呢，我们都是重复这一行，每行开头勾一个辫子针，然后在每一针后面这条线勾引拔针。那么就这样子，我们来回勾，每行勾完都是8针。然后总共要勾多少行呢？这个根据你手腕的粗细来定，就是勾完以后，你把它拉开，它能裹住你手腕1圈儿，那么这个行数就可以了。那我们到时候到这地方就停下来，然后我再来教怎么勾接下来一步。我这螺纹的部分就完成了，你看着它好像就是不是很长，但因为这个弹性很好，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就够了。那接下来呢，我就是要把它2头连在一起。对了，我不记得我开头说过没有，勾螺纹的时候要用这个比较细的钩针，我那是5.5毫米的，也要用比较细的那支钩针。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把它2边连在一起了。那我先把2边对齐，这边很简单，我们看都是这个一个小 V 字，然后对面怎么看呢？我们看它底儿上其实全都是一条一条的线，跟这边对应，这边有8个 V 字，这边有8条这样的线，你看1、2、3、4、5、6、7、8。那我钩针，我先勾一个辫子针，然后从这边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
然后到对面，我们找到第一条这个线，穿过去，然后我把线勾回来，然后再勾住这个线，穿过钩针上之前这个花，就这样子勾引拔针。那到下针这边的位置2条线下边穿过去，对面的第2条线下边，然后把线勾回来，然后穿过钩针上这个花。那我们就这样把这行都勾完。我把2边都连在一起之后呢，那我就可以换钩针了。然后又换成这根比较粗的钩针，我的是6.5毫米。然后这个地方呢，其实就跟我们衣服上面这个地方是一样的。衣服织完螺纹以后的下一行跟这儿一样，我们先勾一个辫子针，然后呢，在每行底上我们来勾一个中长针。中长针还是一样，钩针绕线。然后我们眼睛大概看，就是每行凸出来的地方放一针，挖回去的地方放一针。然后也是就是不需要很准确放在什么地方，基本上是找地方把钩针塞进去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勾完呢，就是你之前起了多少行，那你这一行勾完呢就应该有多少个中长针。然后把这一行勾完，我再回来。我们看这圈都勾完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第一针用引拔针勾在一起。引拔针呢，就是钩针从这边第一针2条线下边穿过去，然后把线勾回来，然后勾住它，穿过钩针上这个环。那这就是我们的第1行。然后第2行呢，我们先勾2个辫子针，然后转过来。我们记住勾袖子的时候，我们每勾完一行都要把它转一次。然后呢，我们这一行呢，先在第1针正常勾一个中长针，中长针还是这样，跟我们衣服主体是一样的。第2针也勾一个中长针，然后第3针呢，我们勾2个中长针。你看这第3针我们勾了一个中长针啊，同样地方我们再勾一个中长针。然后接下来2针呢，各勾一个中长针。然后再下一针呢，我们勾2个中长针。然后接下来2针各勾一个中长针，在第3针再勾2个中长针。那这一行我们就这样重复，就是2针各勾一个中长针，然后到第3针呢勾2个中长针，就这样把这一圈勾完。这一行勾完呢，我们还是用引拔针跟第1针勾在一起。引拔针就是钩针从这边2条线下面穿过去，把线勾回来，然后穿过钩针上这个环，然后要勾下一行，我们2个辫子针，然后转过来。记得每一行都要这么转一次，然后转完以后呢，我们在第1针的位置勾2个中长针。这行要注意一下，因为从这行开始往下几行我们是要做重复的。第1针我们勾2个中长针，这是1个，同样的地方我们再勾一个中长针。然后我们现在把它对折看一下，那我们要这个地方这一针第1针勾2个中长针，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每针都勾1个中长针，就跟我们衣服主体一样，然后一直勾到这边这个角，这一针如果对折以后对面这儿，这一针呢我要放2个中长针。你可以现在就拿别针把这一针标记出来，也可以一边往过勾往过勾，勾到差不多了，你看一下这个地方，然后看到了就勾2个中长针，然后剩下又是每针勾1个中长针，一直给它勾回来，然后用引拔针跟第1针连在一起。那我先往下勾，你看我现在勾了一半了，到这是我第1针不是增了2针吗？那我现在到它对面这一针呢，我再勾2针，2个中长针，就是先是正常的，我在这针勾一个中长针，然后同样的这一针我再勾一个中长针。
后接下来呢，就是很正常的每针钩一个中长针，把这一行钩完。我们这袖子主体的第3行钩完呢，还是引拔针跟第1针给它连在一起。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的6行我们全部都不需要增加针数了。我们接下来6行要做的都是先钩2个辫子针，然后转过来，记住每行都要转哦，整个袖子每行都要转。然后钩针绕线，我们开始钩中长针。接下来6行都是我们每针钩1个中长针，然后一直到把它整个全部都钩完，钩完最后1针，然后我们用引拔针跟我们第1针连在一起，然后再钩2个辫子针，然后再把它转过来，然后钩下一行。就这样子呢，我们要钩6行这种完全不增加针数的。然后到第7行的时候呢，我们再重复之前的这一行，就是在第1针还有对面这针有增加针数的这一行。然后织完这一行呢，我们再织6行，这个样子完全不增加针数的。那么这个要重复多少遍呢？就我们看，我们把袖子这样子给它折起来，然后我们刚才钩衣服主体的时候，衣服主体不是留了一个放袖子，我拿一下，就是我们不是留了一个这样子，我们放袖子地方嘛，我们把它缝起来以后，就是这儿有一个留了跟袖子连在一起的地方。等到这个的长度跟这个长度是一样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不需要再织增加针数的行了，我们就剩下的就全部都是2个辫子针，然后转，然后每针钩1个中长针，一直钩到这个袖子是你需要的实际长度，那么到时候这个袖子就完成了。然后另外要说的就是，我来说一下，就是如果你有时候可能中间我们织到一半累了，放在一边再拿起来，然后如果你正好在头上的话，你可能不记得，哎，我转过没有？那我们怎么看你有没有忘记？就是钩完2个辫子针以后有没有忘记转呢？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 V 字的方向，看我们前一行这个 V 字，这2条线组成的 V 字，小口是朝着我左手的，然后上面新钩的这一行这个 V 字，这2条线组成一个 V 字，小口是我朝我右手的。只要这2个 V 字的方向是反的，那就说明你钩的没有错，你没有忘记转。如果这2个方向是一顺的朝一个方向的，那你可能就要把你刚钩这行拆掉，然后转一下再重新来钩。那么就这样，我们把这个袖子钩完，我再回来说接下来该怎么做。对，我再啰嗦一下吧，就是如果你是新手的话，那你可能就是回头找不到，哎，我刚才钩了增加针数的那个地方在哪儿？你像就是有经验的话，你一下就能找到，哎，这2针是钩在同一个地方的。是新手的话呢，我建议你就拿一个不同颜色的毛线，你看这个地方你不是2针钩在一起了吗？你钩完这个地方，你就拿钩针给它钩过来，这有个标记，你到时候你上头又钩了一截往回数，我到底有没有钩6行呢？我就往回数1、2、3、4、5，到这一行，哦，这一行是钩过的，你就能找到这个地方在哪儿了。你可以就是每次到这个地方把它标记出来，然后应该就是这些要注意的。那我们就把这个袖子钩完，然后再说接下来怎么做。这个袖子都钩完呢，接下来就可以把它跟我们衣服这边给它缝在一起了。然后方法呢，还是跟我们之前缝肩膀这个地方一样，其实就是没有什么固定的方法。那大概就是我拿针在，就是这个线我之前留长了一点，然后我针呢从这个袖子上穿过1针，然后这个地方呢正好是我们之前就是每一行开头结束这个地方，你能看到这儿有这个针脚不是很漂亮，所以我就把它藏到下面来。然后呢，我就把它跟这个袖口的最下缘给它缝在一起。然后反正就是这样子，就是这边衣服上主体钩1针，然后袖子上钩1针，这样子来回，然后把它们缝在一起就可以了。然后另外一条袖子也是一样，就是一模一样，再钩1条袖子，然后把它跟衣服主体缝在一起。那等这一步做完，我再回来讲下一步怎么做。这个袖子缝上呢，我们这个衣服其实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你甚至如果偷懒的话，那你现在就不要往下钩了，你直接在这个地方缝扣子，然后就拿我们这个
针当扣眼儿也可以穿了，但是我们追求完成度高一点，那我们还要在这个衣服上缝个边儿。那么我们还是拿这个比较粗的钩针，我用的是6.5毫米，然后起好头，起头也起过好多次，就不再讲了。然后我们来到头上最开头这个地方，然后把钩针穿过去，然后把线勾过来，再穿过钩上之前这个花，然后呢，我们再在同样的地方勾一个短针，搞一下线有点乱。我们勾一个短针，勾短针可以把线头一起勾在里边。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做呢，就是沿着这一圈儿，整个全部都勾短针。然后具体就是那短针这个往哪儿落呢？因为它也不是那种就是像我们规范的那种 V 字，那其实你就只能是眼睛看一下，大概我们找一下落针的地方，就像我们之前勾这个底儿上这一行一样。然后另外要说的就是我们现在都是就是放一个 V 字放一个 V 字，到这个地方我们看，我们这个地方往下呢都是直的，然后到这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拐角的地方，领口，从这儿开始就是领口往回收了。那么在这个拐角地方呢，我们要勾3个短针，勾在同一个地方，那就这样。然后另一头也是，就是另一头这个拐角的这一针，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放3个短针，其他呢我们就大概眼睛看，然后一个短针一个短针的往过勾，给它勾整个一圈儿。我们到拐角这个地方了，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勾3个短针，然后接下来就又正常了。那到下一个拐角之前，我们就是看准地方放一个短针，再看准地方放一个短针，然后到下一个拐角再放3个短针，然后一直勾到最这头。那么这部分勾完，我再回来。你看，我现在只勾了一行这个短针，它已经很好看了，有这个边。那么我们再，现在勾一个辫子针，然后转回来，我们每针勾一个短针，从第一针开始，每针勾一个短针，给它勾回去。这回在拐角那儿就不要管它，那勾3针了，反正你就在前一行的每个短针上再勾一个短针。那我们把这一圈勾回去。勾回去以后，我们就可以准备一下扣子了。那我们把这步勾完，我再回来。我现在织了2行短针，那然后我们可以开始看上扣子了。我准备用这个扣子，现在拿扣子呢，主要是为了比一下这个扣子的大小，因为我们一会儿要留出来这个扣眼的空间。那我打算放2个。下面这个地方螺纹的地方放一个，然后在领口这儿放一个。那我这个大概可能就是3针的样子，但是我大概就留2针的距离，我觉得应该差不多。那你可以看你的扣子大小，一会儿来决定我们接下来挑过多少针。那么下一行呢，我们开头还是正常的，先是一个辫子针给它转过来，转过来。那我先勾第一针，勾短针，然后再勾一个短针。那我看一下我扣子大概放在哪儿，我再勾1针，然后呢，我勾2个辫子针，跳过接下来2针，然后在第3针的位置再勾一个短针。那我试一下，看这个眼够不够？没有问题。如果你扣子小的话，你可以这儿只跳过1针。那剩下就这样，就一直到我下一个要缝扣子的地方，我再跳过2针。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每针勾一个短针，把这一圈再勾完。
跳过2针，钩2个辫子针，跳过2针，然后在第3针的位置正常钩短针，那这又是一个扣眼儿。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每针钩一个短针，然后一直钩到头。有扣眼儿的这一行钩完，那你可以现在就结束它。那你就把线剪断，然后用钩针勾住线，穿过钩上那个环儿。或者呢，你也可以再往下钩几行，取决于你希望这个边儿有多宽。那接下来呢，你要做的就是每针钩一个短针，就这么来回钩，钩到你满意的这个边儿的宽度。然后最后呢，在你留扣眼对应的位置，在另一边缝上扣子。那么今天这件开衫就完成了。